接着来钩织泡芙花，有相同的4个，都是由主体和花心组成。先钩织主体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环形起针，接着来钩织第1圈，在起针的大洞里钩10个短针，钩的时候不要钩得太紧。钩好后拉紧线头，与第1个短针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2圈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接着钩一个长针3针找形针的2针并引针，先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接着在相邻一针也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这样一个长针3针找形针的2针并引针就完成了。接着再钩3个锁针，然后在相邻一针钩一个引拔针，来看一下，把刚刚钩好的部分看作是一个花瓣，接着来钩织第2个花瓣，先钩3个锁针，然后钩一个长针3针找形针的2针并引针，现在这2针分别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，接着再钩3个锁针，相邻一针再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又一个花瓣就完成了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把剩余的花瓣也钩好。最后的引拔针在上一圈引拔的同一位置钩织，然后预留约20厘米线头断线，整理一下。这样一个主体就钩好了。
接着来钩织花心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钩一个锁针，接着立3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第一个锁针上钩一个长针5针的造型针，先钩5个长针的未完成针。然后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样一个长针5针的造型针就钩好了。接着再钩3个锁针，然后在同一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最后预留约20厘米线头断线。这样一个花心就钩好了。主体和花心都钩好后，接着将它组装好，将花心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将它缝到主体第1圈，缝好后藏好线头。将起针的线头也穿到主体里藏好，这样一个泡芙花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3个泡芙花，都钩好后，接着将它缝到糖果两边，一边各2个，在糖果与主体缝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来缝合一侧，在下方一点或者上方一点缝合。这里我先缝合下方，注意主体有引拔针的位置朝后。沿着主体第1圈缝合，可以与主体也稍微固定2针。缝好后打结藏线，这样一个泡芙花就缝好了。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在上方一点将另一个也缝好。缝好后，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将另一侧的2个泡芙花也缝好，这样泡芙花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爪爪，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先环形起针，接着来钩织第1圈，
在起针的大洞里钩6个短针，钩好后收好线圈。接着与第一个短针引拔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一直钩完第10圈，前10圈钩好后，在织物里塞入线头填充。然后把最后2圈钩完，后面边钩边塞入线头填充。钩好后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个。2个爪抓都钩好后，在爪抓第3到10圈勒出2道线，2个线圈出入针位置间隔大约3针，中间间隔大约6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剪约3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先在爪抓里固定好线头，然后在第3圈出针，注意将引拔针的位置朝后。第10圈入针，间隔3针出针，将线稍微拉紧，然后第3圈间隔3针入针，将线稍微拉紧，调整一下，线段之间间隔6针，最后将线头在爪抓里固定好。下面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另一个爪抓的线段也修好即可。最后将爪抓缝到主体第7到9圈，两边2个爪抓之间间隔大约16针。缝合时将线段多朝里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沿着倒数2圈与主体缝合，注意缝合时线段稍微偏里一点。
缝好后打结长线，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在对称的位置将另一个爪爪也缝好即可，这样爪爪就讲完了。接着来制作五官，由腮红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眉毛和耳朵组成。先来钩织腮红，有相同的两个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大家对照表格将其钩好即可。钩好后，在反面从第一圈螺旋钩织引拔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将织片的反面对着自己，在第一圈任意一针接线，然后螺旋钩引拔针，钩好后预留线头断线，将线头穿到正面藏好。接线的线头也藏好。这样一个腮红就钩好了，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个。注意，另一个腮红的引拔针对称钩织。腮红钩好后，接着将它缝到脚上方，间隔一圈，两个腮红之间间隔大约13针。注意缝合的时候，两个腮红的引拔针位置对称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由引拔针的一面朝外，然后沿着最后一圈与主体缝合。注意缝的时候不用拉得太紧。缝好后打结长线，这样一个腮红就缝好了。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另一个腮红也缝好，注意另一个对称缝合，这样腮红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眼睛，也是由相同的两个，由织片和眼白组成。大家对照表格将织片先钩好，钩好后将它缝到腮红两边，第15到第18圈。缝合的方法和腮红相同。缝好后，根据纸样或者图纸给的直径，用布织布分别剪出两个不同大小的眼白。剪好后，将它粘到织片反面。注意，两个眼白对称粘贴。下面大家自行完成，这样眼睛就讲完了。接着来钩织眉毛，有相同的两个，也是采用手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
下面请看演示。先锁针起3针，然后在倒数第2针，先依次钩2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锁针，在最后一个短针统一入针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预留一点线头端线，将线头在引拔的同一位置穿到反面，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个。2个眉毛都钩好后，将它粘贴到眼睛上方1圈，里侧一点，2个眉毛对称粘贴。粘的时候将线头在反面一起粘好，然后将多余的线头剪断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其完成，这样眉毛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鼻子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T 中长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环形起针，然后钩一个锁针，接着在起针的洞里钩一个中长针，一个锁针，一个引拔针，一个锁针，一个中长针，一个锁针，最后再钩一个引拔针，收好线圈。预留一点线头端线，将线头也穿到反面，这样鼻子就钩好了。接着将鼻子正面朝外粘贴到2眼之间，结束位置朝下。粘的时候也将线头都在反面粘好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其完成，这样鼻子就讲完了。下面在鼻子下方绣制嘴巴，用鼻子同色线绣制，大致绣一个8字形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剪约2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先在主体里固定好线头，然后在鼻子下方出针绣制。
调整一下。然后用缝针蘸取少量胶水，将线端固定一下。最后将线头也在主体里藏好，这样嘴巴也讲完了。最后来制作耳朵，有相同的2只，都是由外耳和内耳组成。先来钩织外耳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FA 长针剪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大家先对照表格将前6圈钩好，下面来钩织第7圈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先钩3个长针，接着钩一个长针剪针，先在左侧2针分别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。这是第1个，再钩一个，然后绕线依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这样一个长针剪针就钩好了。接着对照表格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引拔结束，这样第7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把剩余的圈数钩完。钩好后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这样外耳就讲完了。接着来钩织内耳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注意第1行的最后一针，在起立针对应的锁针上钩织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，将它钩好即可，这样内耳也讲完了。接着将内外耳组装好，将内耳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将内耳结束位置与外耳最后一圈对齐。最后一圈反面朝外，将外耳引拔位置放在后方，然后沿着最后一行缝合，注意缝的时候不要缝到另一面。边缘也缝几针固定。缝好后打结固定。
这样内外耳就组装好了。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另一只耳朵也组装好。接着将耳朵缝到主体上方有五官的这一面，在倒数2行缝合。缝合时内耳朝前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将外耳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在对应位置卷针缝合。注意缝合时，耳朵一侧需要向里折叠一点。先固定好，然后与主体缝合。缝好后打结长线，这样一个耳朵就缝好了。接着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另一个耳朵也缝好。注意另一个耳朵折叠的位置对称，下面大家自行将其完成。这样耳朵也讲完了，到这里五官就讲完了。接着来制作胡萝卜，由主体和叶子组成。大家先对照表格将主体勾好，勾好后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然后在第4圈和第6圈分别绣出一长一短的线段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用预留的线头收口，将线头从最后一圈针目靠近自己的这根线穿入，将线拉紧，线头暂不处理。接着来绣制线段，剪约2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将织片捏扁。注意，有引拔针的位置放在后方，在主体里固定好线头，然后绣制一长一短的线段。绣好后藏好线头，这样主体就完成了。
接着来钩织叶子，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在主体第9圈大致中间位置接线，然后钩4个锁针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依次钩3个引拔针，然后在接线位置再钩1个引拔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再钩2次。钩好后，预留约5厘米线头断线，将线头在主体里藏好，这样叶子就钩好了。接着用预留的线将胡萝卜缝到右侧耳朵下方一点，倾斜一点，有线段的位置朝上。下面请看演示，先将线头往主体中间带一点，然后开始缝合，稍微缝几针固定即可。缝好后，也在主体里打结长线，这样胡萝卜就讲完了。最后学习包带，在包包开口两边分别缝上低字扣，然后钩约1米的虾辫，穿上珠子，最后在低字扣上缝合。注意，虾辫钩织时，开始和结尾都要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用于缝合。具体虾辫的长度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，具体钩法请看演示。先来缝低字扣，剪约30厘米外耳同色线，先在主体里固定好线头，然后取出一个低字扣，较直的这一侧与主体缝合。
缝好后打结长线。这样一侧低字扣就缝好了，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另一侧低字扣也缝好。下面演示下边的钩织方法。锁针起针，钩2针锁针，然后钩针穿入第一针锁针的上方半针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再绕线，从2个线圈中勾出，钩针保持不动，顺时针转动下方的织片，然后钩针挑起这样的2根线，绕线，勾出，再绕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继续顺时针转动织片，钩针挑起这样的2根线，绕线，钩短针，继续往下，顺时针转动织片，挑刚才相同的2根线钩短针，后面一直重复这样的方法，顺时针转动织片，然后挑左上方竖着的2根线钩短针，钩织到需要的长度后，钩1针锁针固定，留线断线，如果需要缝合，则留长线头。这就是下边的钩织方法。下边钩好后，下面组装包带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将下边一端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先穿入一颗圆珠，一颗小花朵，一颗圆珠，一颗小花朵和一个圆珠，最后在低字扣缝起针固定，然后从珠子中穿回，在下边上缝起针固定。
大家可以多缝几针，然后打结长线，这样包带一端就固定好了。另一侧按照同样的方法穿入珠子固定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包带就讲完了。到这里，整个包包就全部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钩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